一、小龙虾的起源与历史发展。小龙虾学名为克氏原螯虾 Procambus clarkia， 是一种淡水甲壳类动物，属于甲壳纲始祖母螯虾科。关于小龙虾的起源，有较为明确的记录显示，这种生物最早分布于北美洲，尤其是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一带，被当地人广泛食用。以小龙虾的传播与引入。小龙虾大约在20世纪初随着全球贸易活动逐渐扩展到世界各地。在美国，特别是在南部地区，小龙虾早已成为当地人餐桌上的常见美食。然而，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，随着农业技术的交流与淡水养殖业的发展，小龙虾被引入到亚洲、欧洲、非洲等地。日本引入1927年，小龙虾首次被引入日本，最初是为了作为牛蛙的饲料，后来逐渐被人们开发成美食。中国引入20世纪30年代，小龙虾被引入中国，最初分布于长江流域地区，随后由于环境适应性强，小龙虾逐渐扩展至全国各地。二、小龙虾在中国的发展历史。在中国，小龙虾的真正爆发式流行是近几十年的事情。从最初的外来物种到如今的全民美食，小龙虾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几个阶段。早期阶段，20世纪50年代、80年代，小龙虾主要分布于江浙一带的农村地区，多作为捕捞渔民的副产品。发展阶段，20世纪90年代，随着湖北、江苏等地的小龙虾资源丰富，部分餐馆开始尝试将小龙虾作为特色菜推广。爆发阶段，21世纪初至今，小龙虾凭借其独特的口味与丰富的烹饪方式，迅速占领中国餐饮市场，成为夜宵文化的代表性美食之一。二、小龙虾的营养价值与健康益处。小龙虾不仅美味，营养价值也十分丰富，尤其是其富含的蛋白质和多种微量元素，使其成为一种高营养、低脂肪的食材。一、小龙虾的营养成分。根据科学检测，每100克的小龙虾肉含有以下营养成分：蛋白质约18至20克，小龙虾肉的蛋白质含量较高，易于人体吸收；脂肪低于 1.5 克，是一种低脂肪食物，适合控制体重的人群食用；维生素富含维生素 A、B 族维生素等，对维持人体正常代谢有重要作用；矿物质如锌、铁、钙、磷等，尤其是锌含量较高，有助于提高免疫力。二、小龙虾的健康益处。增强免疫力。小龙虾的高蛋白质与微量元素有助于维持人体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。补充能量。适量食用小龙虾能够迅速补充身体所需的能量，特别适合劳动者和运动员食用。促进新陈代谢。小龙虾中的维生素 B12 和锌元素有助于维持细胞正常代谢，延缓衰老。低脂肪饮食。相较于其他肉类，小龙虾脂肪含量低，更适合健康饮食需求。三、小龙虾的品种与分布。一、小龙虾的主要品种。虽然小龙虾是一个通俗称谓，但全球范围内小龙虾的品种并不单一。克氏原螯虾 Procambus clarkia 是世界上分布最广、养殖规模最大的品种，占全球小龙虾市场的 90% 以上。澳洲淡水龙虾 Charis destructor 主要分布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，体型较大，口感鲜美。古巴小龙虾 Procambus cubensis 主要分布于加勒比地区，个体较小，常作为地方特色食材。二、小龙虾的全球分布。小龙虾适应能力强，生长速度快，因此在全球各大洲均有分布。北美洲，美国南部是小龙虾的发源地，也是全球最大的小龙虾产区。亚洲，中国、日本、印度等地已成为小龙虾的重要市场，尤其中国占据全球小龙虾养殖产量的 70% 以上。欧洲、法国、瑞典等国有较大的小龙虾消费市场，尤其在法国，小龙虾被视为高档美食。四、小龙虾的烹饪技巧与美食制作。
小龙虾的美味与独特的烹饪方式密不可分。作为一种流行的美食，烹饪小龙虾不仅需要技巧，也需要根据食材的特性进行适当的调味与处理。以下是小龙虾的烹饪技巧及制作过程的全面解析。一、小龙虾的前期处理技巧。在制作小龙虾之前，必须进行细致的前期处理，确保食材的干净与安全。这一步骤尤为关键，因为小龙虾生活在淤泥中，其体内和外壳可能会携带泥沙与细菌。清洗。将购买来的活小龙虾放入清水中浸泡2至3小时，期间可以加入少量盐和白醋，帮助小龙虾吐出体内泥沙。用刷子将小龙虾的外壳和腹部刷洗干净，尤其要注意虾钳和腹部褶皱处。去虾线。用剪刀剪开小龙虾的背部，轻轻挑出虾线、肠道部分，确保食材干净无异味。去鳃与剪须。剪掉小龙虾的须和前爪，去除鳃部，这是去腥的重要步骤。2、小龙虾的烹饪技巧。在烹饪小龙虾时，火候的把握与调味的搭配至关重要。以下是几种烹饪小龙虾的常用技巧。爆炒法。将小龙虾与蒜蓉、干辣椒等佐料一起快速爆炒，能最大程度保留小龙虾的鲜香。焖煮法。将小龙虾放入锅中，用调料汁焖煮20分钟，使味道充分渗透虾肉。蒸煮法。用清蒸的方式烹饪小龙虾，保持食材的原汁原味，适合搭配蘸料食用。油炸法。将小龙虾裹上一层薄面糊，放入油锅中炸至酥脆，外皮香脆，内里鲜嫩。3、小龙虾烹饪时的调味要点。小龙虾的鲜美与调味有很大关系，不同的烹饪方式需要搭配不同的调料。蒜香风味，以蒜蓉、葱姜为主，适量加入白胡椒粉，突出小龙虾的鲜香。麻辣风味，加入花椒、干辣椒、豆瓣酱等调料，味道辛香浓郁，适合喜欢重口味的人群。13香风味，使用13香调味料包，搭配啤酒焖煮，风味独特，广受大众喜爱。清蒸风味，简单使用姜片、葱段，保留小龙虾的自然鲜美。4、小龙虾的烹饪时间与火候控制。烹饪小龙虾的时间不宜过长，以免虾肉变老，失去口感。一般而言，爆炒时间10至12分钟，焖煮时间15至20分钟，油炸时间5至8分钟，确保外酥内嫩。清蒸时间8至10分钟。5、小龙虾美食的经典做法。小龙虾作为一种多样化的美食，有数不清的经典做法，不同地区与人群有各自偏爱的口味。以下是几种最受欢迎的小龙虾经典做法。1、麻辣小龙虾。麻辣小龙虾是中国夜宵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美食之一，口味麻辣鲜香，让人回味无穷。主要食材：小龙虾、花椒、干辣椒、蒜头、生姜、豆瓣酱、啤酒。制作步骤：1、处理干净的小龙虾备用。2、热锅加油，爆香蒜蓉、姜片、干辣椒和花椒。3、加入小龙虾翻炒片刻，倒入啤酒，加入豆瓣酱和适量盐、糖，焖煮15分钟。4、汤汁收浓后，撒上葱花，麻辣小龙虾即可出锅。2、蒜蓉小龙虾。蒜蓉小龙虾以蒜香味为主，口感温和且香味浓郁，深受喜爱清淡口味的食客青睐。主要食材：小龙虾、大蒜、葱、白胡椒粉、料酒。制作步骤：1、将小龙虾清洗干净，去除虾线备用。2、热锅加油，爆香蒜末，倒入小龙虾翻炒均匀。3、加入适量料酒、盐和胡椒粉，焖煮10分钟。4、撒上葱花点缀，蒜蓉小龙虾即可出锅。3、油焖小龙虾。油焖小龙虾是一种色香味俱全的经典做法，特别适合搭配啤酒食用。主要食材：小龙虾、啤酒、八角、香叶、
葱姜蒜。制作步骤：一、小龙虾清洗干净，沥干水分。二、锅中热油，加入葱姜蒜、八角和香叶爆香。三、倒入小龙虾翻炒，加入适量啤酒焖煮15分钟。四、收汁后加入糖、盐调味，出锅前撒上香菜点缀。四、13香小龙虾。13香小龙虾以香料为主，口味丰富，广受欢迎。主要食材：小龙虾、13香调料包、葱姜蒜、啤酒。制作步骤：一、小龙虾清洗处理干净。二、热锅加油，爆香葱姜蒜，加入13香调料炒出香味。三、加入小龙虾翻炒均匀，倒入啤酒焖煮20分钟。四、汤汁浓郁后即可出锅食用。六、小龙虾美食文化的兴起与传播。小龙虾美食文化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伴随着时间的流逝与市场的需求逐渐兴起并扩展的。最初，小龙虾并不为人们所青睐，但随着烹饪技术的发展与夜市文化的崛起，小龙虾逐渐成为中国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之一，并迅速传播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饮食文化现象。一、小龙虾文化的起源。小龙虾最早起源于美洲，19世纪末由西方传入中国。最初，它被作为观赏性水生物或生态治理的工具，许多地区将其用于水体清洁。然而，随着人们对食材开发的深入探索，小龙虾被逐渐引入餐饮领域。第一阶段，20世纪90年代，湖北、江苏等地的小餐馆开始尝试将小龙虾作为食材进行烹饪，麻辣、油焖等做法逐渐流行。第二阶段，进入21世纪初，小龙虾夜宵文化在全国各大城市迅速普及，成为夏季餐桌的顶流。第三阶段，近年来，小龙虾文化进一步升级，消费者对其品质、口味和品牌提出更高要求，小龙虾美食文化开始向精细化、品牌化发展。二、夜市文化与小龙虾的结合。夜市文化的繁荣为小龙虾的普及提供了天然的土壤。每到夏季夜晚，大街小巷的小龙虾摊位都会聚集大量食客，香辣扑鼻的味道吸引着人们驻足品尝。夜宵必选，小龙虾因其肉质鲜美，吃法有趣，特别适合与朋友聚餐、畅饮，成为夜宵市场的宠。社交属性，吃小龙虾本身就是一种社交活动，亲朋好友围坐一桌，边剥虾边聊天，增进感情。三、小龙虾美食文化的全国扩展。小龙虾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走红，各大城市纷纷将其打造成当地的美食名片。以湖北潜江、江苏盱眙为代表的小龙虾之乡，通过举办小龙虾节庆活动，将地方文化与美食深度融合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与食客前来品尝。潜江龙虾节，湖北潜江每年举办盛大的小龙虾节，集美食、娱乐、文化展示于一体，推广小龙虾产业和地域文化。盱眙龙虾节，江苏盱眙的小龙虾节已有20多年的历史，通过13香龙虾等经典做法，打响了盱眙龙虾的品牌。四、小龙虾文化的全球传播。随着全球化的发展，小龙虾美食逐渐走出国门，在国际上掀起一股中国风味热潮。东南亚地区，麻辣小龙虾在东南亚国家广受欢迎，特别是在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等地，中国餐馆纷纷将小龙虾作为主打菜品。欧美市场，在美国、法国等国家，小龙虾被赋予新的烹饪方式，如法式奶油焗虾、炸小龙虾尾等，满足了当地消费者的口味。国际品牌化，许多中国小龙虾品牌开始进军国际市场，将标准化、品牌化的小龙虾产品推向全球，进一步传播中国的小龙虾美食文化。七、小龙虾产业链与经济价值。小龙虾不仅仅是一种美食，更是一条极具经济价值的产业链。从养殖到加工、销售，再到餐饮服务，
每个环节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效益。一、小龙虾养殖业的发展。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，小龙虾养殖业迅速崛起，成为许多地区重要的支柱产业。生态养殖模式，许多地区采用稻虾共生的养殖模式，既提高了稻田的经济效益，又保证了小龙虾的生态质量。标准化管理，小龙虾养殖逐渐向科学化、标准化发展，从苗种培育到水质管理都进行严格控制。高产能与高效益，小龙虾养殖周期短，繁殖力强，产量高，为农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。二、小龙虾加工与冷链物流。为了满足大规模市场需求，小龙虾加工和冷链物流体系不断完善，使得小龙虾能够在不同季节和地区供应市场。预制菜市场，许多品牌推出了即食小龙虾，通过冷冻技术锁鲜，让消费者在家中也能品尝到美味的小龙虾。冷链运输，先进的冷链技术保证了小龙虾的新鲜与口感，使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销售。三、小龙虾餐饮市场的繁荣。小龙虾餐饮市场规模巨大，每年夏季更是小龙虾销售的旺季。餐馆、夜市摊位以及外卖平台都纷纷加入小龙虾销售大战。品牌餐饮店，许多知名品牌如堕落虾、虾皇等，以其独特的调味和高品质虾源赢得消费者喜爱。外卖市场，小龙虾已成为外卖平台的热门产品，通过即时配送服务，方便消费者随时享用。四、小龙虾产业的综合经济价值。小龙虾产业链涵盖了农业、餐饮业、物流业等多个领域，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。以湖北为例，小龙虾年产值已突破1000亿元，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。八、小龙虾美食文化的未来发展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对美食多样化的追求，小龙虾美食文化必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。品质提升，通过科学化养殖与严格品控，保证小龙虾的品质和安全，满足消费者的健康需求。口味创新，不断开发新的小龙虾口味，如咖喱风味、酸辣风味等，吸引不同口味偏好的消费者。国际市场拓展，通过品牌化与标准化，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，让小龙虾美食文化走向世界。文化融合，将小龙虾美食与旅游、娱乐、节庆等活动结合，打造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。9、小龙虾美食的地域特色与文化符号。中国幅员辽阔，不同地域对美食的喜好和制作方式各有千秋，小龙虾也在不同省市展现出了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符号。各地的小龙虾美食不仅口味多样，而且深刻反映了当地的饮食文化与人们的生活态度。一、湖北潜江小龙虾之乡。湖北潜江素有小龙虾之乡之称，这里得天独厚的水资源和优质的稻田养殖技术，使得潜江的小龙虾肉质饱满，味道鲜美。经典口味，潜江小龙虾以油焖大虾著称，将鲜活的小龙虾放入锅中，用秘制酱料与植物油翻炒，香味浓郁，口感鲜香。文化符号，潜江每年都会举办小龙虾节，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食客前来品尝，并举办小龙虾烹饪比赛，让小龙虾文化不断传承和创新。二、江苏盱眙13香龙虾的发源地。江苏盱眙的13香龙虾堪称经典，将中草药与香料巧妙结合，赋予了小龙虾独特的麻辣与香醇口味。13香的魅力，盱眙13香龙虾采用10多种天然香料与配料，经过严格配比与慢火焖煮，让小龙虾入味而不失鲜嫩。品牌化发展，盱眙龙虾已形成一整套品牌产业链，推出了预制13香龙虾产品，既方便食用，又能保持原汁原味。三、湖南长沙麻辣小龙虾的代表。湖南长沙地处湘菜文化圈内，麻辣口味是其一大特色。
长沙的小龙虾以重口味、香辣带劲著称，深受年轻人喜爱。麻辣风味，长沙的小龙虾选用新鲜花椒与干辣椒，加上秘制辣酱，使得每一只小龙虾都麻辣入味，令人欲罢不能。夜市文化，在长沙，夏夜时分的小龙虾摊位常常座无虚席，3、5好友围坐在一起，剥虾、喝酒、畅聊人生，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风景线。4、上海与广州，精致化与国际化的小龙虾。上海与广州作为国际化大都市，小龙虾逐渐呈现出精致化与多元化的特点。新潮口味，除了传统的麻辣和13香，上海与广州的小龙虾餐厅还推出了蒜蓉焗虾、奶油小龙虾、咖喱小龙虾等新派风味，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口味需求。精致摆盘，小龙虾的烹饪不仅追求味道，还注重视觉美感，摆盘精致，搭配讲究，让小龙虾逐渐登上高端餐桌。5、北方地区，豪爽与分量感的美食文化。与南方相比，北方人更加注重食物的分量与豪爽的吃法。北方的小龙虾摊位通常将一盆盆小龙虾摆满桌，食客们无需拘束，大口吃虾，大杯喝酒，尽显北方人的豪迈性格。10、小龙虾的文化符号与象征意义。小龙虾不仅是一道美食，更是一种文化符号，它象征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。1、社交文化的纽带。小龙虾的独特吃法决定了它必然成为一种社交型食物。在朋友聚会、家庭团圆、公司团建等场合中，小龙虾往往是餐桌上的主角。围桌而食，小龙虾需要手剥，慢慢品尝，这种形式让人与人之间有更多交流的机会，增进感情。夏夜的仪式感，夏天吃小龙虾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仪式，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片刻的放松与欢乐。2、夜市文化的象征。夜市文化的繁荣与小龙虾的流行密不可分。在炎热的夏夜，夜市摊位上热气腾腾的小龙虾和觥筹交错的食客们，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城市生活图景。城市活力的体现，夜市上的小龙虾代表着一座城市的活力与包容，吸引着不同阶层和背景的人们齐聚一堂，共享美食。3、劳动与勤奋的象征。小龙虾产业的发展背后，离不开养殖户、厨师、商贩等众多劳动者的辛勤付出。养殖户的汗水，从清晨到日暮，养殖户们精心管理水质，喂养小龙虾，保证它们健康成长。餐饮业的繁荣，从普通的小摊位到高端餐厅，厨师们不断研发新口味，满足市场需求。4、美食文化全球化的缩影。小龙虾的全球传播，是中国美食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缩影。通过小龙虾，人们不仅品尝到中国的麻辣风味，更感受到中国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。11、小龙虾产业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发展方向。尽管小龙虾产业发展迅猛，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，如食品安全问题、环境压力以及市场同质化竞争等。1、食品安全问题。随着小龙虾的热销，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凸显。部分地区存在使用劣质虾源或不规范添加剂的问题，影响了消费者的健康与口碑。解决办法：加强养殖环境监管，推动标准化、生态化养殖，确保小龙虾从源头到餐桌的安全。2、环境压力与可持续发展。小龙虾养殖需要大量水资源，且不当的养殖方式可能对水体造成污染。解决办法：推广稻虾共生等绿色养殖模式，合理规划养殖区域，减少环境负担。3、市场竞争与同质化。小龙虾市场快速扩张，导致口味与品牌的同质化问题日益严重，部分地区竞争过于激烈。解决办法：推动品牌化与差异化发展，开发新口味与精致化产品，提升市场竞争力。
4、国际市场的拓展。未来，小龙虾产业应加快国际市场的拓展步伐，让更多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品尝到这一美味。解决办法：完善冷链物流与标准化生产体系，推动小龙虾品牌走向全球市场。12、文化符号。小龙虾这一曾经不起眼的水生物，如今已成为全球美食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星。它不仅征服了亿万食客的味蕾，更成为一种文化符号，象征着人们对美食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从养殖到餐桌，从地方夜市到国际餐厅，小龙虾正在以独特的魅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美食传奇。未来，随着人们对品质与健康的追求不断提升，小龙虾产业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，为人们带来更多美味与惊喜。而小龙虾所承载的文化价值，也将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与认可。13、小龙虾养殖，从自然捕捞到大规模产业化。小龙虾最早是野生水域中的物种，主要生活在江河湖泊及湿地之中。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，单纯依靠自然捕捞已经无法满足供应需求，小龙虾养殖产业随之兴起，并逐渐发展成为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以早期的小龙虾捕捞历史。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，中国的小龙虾资源主要依靠野生捕捞，捕捞区域分布在长江流域和洞庭湖地区。由于野生环境中的小龙虾生长缓慢，捕捞成本高且产量有限，因此市场供应十分稀缺，小龙虾在当时并未形成大规模的产业体系。2、现代小龙虾养殖业的崛起。进入21世纪以后，随着农业技术的不断进步，小龙虾养殖技术逐渐成熟，各地纷纷开辟养殖基地，特别是在湖北、湖南、江苏、安徽等地。稻虾共生，这是一种典型的小龙虾生态养殖模式，将水稻种植与小龙虾养殖结合起来，既提高了水资源利用率，又增加了农民的收入。池塘养殖，在水域条件较好的地方，许多农户修建专门的池塘，用来养殖小龙虾，形成了规模化、集约化的养殖模式。3、小龙虾养殖的经济效益。小龙虾养殖具有投资少、见效快、收益高的特点，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参与其中。成本与收益分析，以稻虾共生模式为例，每亩水田的小龙虾产量可以达到200斤左右，市场零售价按每斤30元计算，农民可以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。产业带动作用，小龙虾产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链，包括饲料生产、物流运输、餐饮加工等多个领域，有力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。14、小龙虾的生活习性，为科学养殖提供基础。小龙虾养殖要想取得成功，必须深入了解其生活习性，掌握科学的养殖方法，以保证产量和质量。1、小龙虾的栖息环境。小龙虾喜欢生活在淡水环境中，特别是水质清澈、底泥丰富的水域，如湖泊、河流、稻田和池塘等。温度，小龙虾对水温的适应范围较广，最佳生长温度为20摄氏度至30摄氏度之间。水质，小龙虾对水质要求较高，水体中的溶解氧、酸碱度和氨氮含量都需要合理控制。栖息习性，小龙虾喜欢昼伏夜出，白天常藏身于泥土或水草中，夜晚则外出觅食。2、小龙虾的生长周期。小龙虾的生长周期主要分为3个阶段：幼虾期、成长期和成熟期。幼虾期，刚孵化的小龙虾体型较小，需要依赖浮游生物和微生物作为食物。成长期，幼虾逐渐长大，对饲料的需求增加，主要以水草、鱼虾、动物残骸等为食。成熟期，小龙虾在成熟期进入繁殖阶段，雌虾会产卵并进行孵化。3、小龙虾的食性与活动规律。小龙虾属于杂食性动物，食谱十分广泛，
包括水草、水生昆虫、小鱼虾、动物尸体等。其觅食活动主要集中在夜晚，因此在养殖过程中可以根据其活动规律进行科学投喂。15. 小龙虾养殖技巧，提高产量与质量的关键。要想在小龙虾养殖中取得成功，农户需要掌握一系列科学的养殖技巧，以确保小龙虾的健康生长和高产出。一、选址与水域管理。选址要点：选择水质清洁、无污染的淡水资源，最好靠近河流、湖泊或稻田。水质管理：定期检测水体的酸碱度、溶解氧和氨氮含量，保证水质清洁稳定。2. 养殖模式的选择。稻虾共生。稻虾共生模式充分利用水资源，既能保护环境，又能提高经济效益。池塘养殖。池塘养殖需要合理规划水域面积和密度，避免过度投放虾苗，影响生长。3. 饲料管理与投喂技巧。天然饲料提供水草、浮游生物等天然食物，有助于小龙虾的健康生长。人工饲料适量投喂优质配合饲料，保证小龙虾营养均衡，但要避免过度投喂，防止水体污染。4. 病害防控与管理。小龙虾易患细菌性、真菌性和寄生虫类疾病，农户需要加强日常观察，发现异常及时处理。常见病害如白斑病、烂腮病和甲壳溃疡病。防控措施：定期消毒水体，合理控制投喂量，避免残饵污染水质。16. 小龙虾市场的广阔前景与产业发展。小龙虾市场近年来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，国内外市场需求不断攀升，推动了整个产业链的蓬勃发展。一、国内市场的强劲需求。在中国，小龙虾消费呈现出全民化趋势，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乡镇，小龙虾餐厅随处可见。消费群体以年轻人为主，特别是18至35岁之间的消费群体，成为小龙虾的主要消费者。消费高峰，夏季是小龙虾的消费旺季，尤其是在夜市和餐厅中，小龙虾的销量爆发式增长。2、国际市场的逐步拓展。近年来，小龙虾产业开始向国际市场拓展，出口到美国、欧洲、日本等多个国家。出口产品主要包括冷冻小龙虾、预制小龙虾和加工食品。市场挑战：国际市场对食品安全标准要求严格，生产企业需要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与生产管理水平。17、小龙虾副业，助力乡村振兴与农民增收。小龙虾养殖不仅是一项农业主业，还衍生出了许多副业，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。旅游业，许多小龙虾养殖基地结合乡村旅游，吸引游客前来参观体验，推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。电商销售，通过电商平台，农户可以将小龙虾产品直接销售到全国各地，实现增收致富。18、吃小龙虾的注意事项。小龙虾虽美味，但食用时需要注意卫生与健康，避免因不当食用引发健康问题。清洗干净，食用前一定要将小龙虾彻底清洗，去除泥沙和肠道。适量食用，小龙虾高蛋白但胆固醇含量较高，尤其是痛风患者要适量食用。19、小龙虾的营养价值与健康功效。小龙虾不仅味道鲜美，而且营养价值丰富，是一种高蛋白、低脂肪的水产品，适合大众食用。了解小龙虾的营养成分和健康功效，有助于我们科学地享受这道美食。1、小龙虾的营养成分。根据科学检测，每100克可食用部分的小龙虾肉中，主要营养成分如下：蛋白质含量高达17至19克，是肌肉生长、修复的重要物质。脂肪含量较低，约为 0.6 至2克，主要为不饱和脂肪酸，有益于人体健康。维生素富含 B 族维生素，特别是维生素 B12，有助于神经系统和红细胞的正常功能。
矿物质包括钙、磷、钾、锌、硒等微量元素，对骨骼、免疫系统有重要作用。2. 小龙虾的健康功效。增强免疫力。小龙虾富含优质蛋白和多种微量元素，有助于增强人体免疫力，抵抗疾病。补充能量。小龙虾肉质紧实，容易消化吸收，适合需要快速补充体力的人群食用。美容养颜。小龙虾含有丰富的锌和硒，这些元素具有抗氧化作用，帮助延缓衰老，改善皮肤状态。促进代谢。维生素 B12 和铁元素有助于血液循环，增强新陈代谢，改善疲劳状态。3. 食用小龙虾的科学搭配。为了更好地发挥小龙虾的营养价值，可以将其与其他食材进行科学搭配。与蔬菜搭配，如黄瓜、青椒等蔬菜，既解油腻，又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。与谷物搭配，小龙虾与米饭、面食搭配，既美味又提供充足的碳水化合物，适合家庭日常饮食。20. 小龙虾的全球美食文化。小龙虾作为一种独特的美食，不仅风靡中国，还在世界各地形成了不同的食用文化。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烹饪方法和食用习惯。1. 美国的小龙虾文化。在美国，小龙虾主要分布于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，被称为淡水龙虾或克里奥尔龙虾。美式小龙虾派对。每年春季到夏季，美国人喜欢举办 Crawfish Boil 煮小龙虾派对，将小龙虾与玉米、土豆、香肠一起煮，加入独特的辛香料，味道辛辣而浓郁。路易斯安那州节庆，当地每年都会举办小龙虾节，人们聚集在一起享受美食、音乐和狂欢。2. 瑞典的小龙虾传统。在瑞典，每年8月中旬是小龙虾季，这是一项传统的夏季盛会，人们将小龙虾烹煮后，搭配啤酒和蒜香酱汁食用。小龙虾晚宴，瑞典人喜欢在户外摆上长桌，将煮熟的小龙虾摆盘，大家一起吃喝庆祝。文化象征。小龙虾不仅是一道美食，更代表着瑞典人对夏天的热爱与珍惜。3. 法国的小龙虾精致料理。在法国，小龙虾被视为高端食材，经常出现在精致西餐中。法式烹饪。法国厨师会将小龙虾与奶油、白葡萄酒一起烹制，做成浓郁的汤品或焗烤美食。高端餐厅。在米其林餐厅中，小龙虾常被用作前菜或主菜的一部分，呈现出极高的艺术感和口味层次。21. 小龙虾品牌建设与市场创新。随着小龙虾市场的不断扩大，许多知名品牌纷纷崛起，市场竞争也逐渐加剧。品牌建设和市场创新成为推动小龙虾产业持续发展的关键。1. 小龙虾品牌化经营。连锁餐饮品牌，例如马小、周黑鸭等品牌，通过标准化生产和供应链管理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连锁门店。线上品牌。借助电商平台，许多品牌推出预制菜品，如麻辣小龙虾、蒜蓉小龙虾，满足消费者在家享受美食的需求。2. 市场创新与科技赋能。预制菜产业。随着生活节奏加快，小龙虾预制菜市场迅速崛起，消费者只需简单加热即可食用。冷链物流。现代化冷链技术确保了小龙虾的新鲜度，使其能够快速运送到全国乃至全球市场。科技养殖。通过物联网、大数据等技术，智能化养殖逐渐普及，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量。3. 品牌文化与营销。许多小龙虾品牌通过打造独特的品牌文化和营销活动，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。IP 形象塑造。设计可爱的龙虾形象，提高品牌的识别度和亲和力。社交媒体传播。通过短视频、直播等形式，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小龙虾。22. 小龙虾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。展望未来，小龙虾产业将朝着更高质量、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，推动农业经济和食品文化的进一步升级。
一、绿色环保养殖，生态化养殖，推广稻虾共生等生态模式，减少环境污染，实现可持续发展。水质管理技术，引入先进的水处理技术，确保养殖水体的健康和稳定。二、加工与深度开发，小龙虾不仅可以作为餐桌美食，还可以进一步加工成多种产品，如小龙虾调味料、零食等，拓展市场空间。三、国际化布局，中国小龙虾产业具备向全球市场拓展的潜力，通过提高产品标准和品牌竞争力，有望成为全球水产品贸易的重要力量。23、小龙虾产业链的上下游发展。小龙虾产业链是一个涉及多个环节的庞大系统，包括养殖、加工、销售和餐饮等各个阶段，每个环节都至关重要。一、上游环节，小龙虾苗种和养殖。种苗供应，优质的种苗是高产小龙虾养殖的关键。近年来，通过科学选育和培育，市场上涌现了许多高产、高抗逆性的苗种，种苗供应市场不断扩大，为小龙虾产业提供了稳定的源头支持。养殖模式，除了传统的池塘养殖外，稻虾共生、连虾共养等生态养殖模式逐渐普及。这些模式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，还实现了农业的生态可持续发展。二、中游环节，小龙虾的加工与配送。加工环节，小龙虾经过捕捞后，会进入食品加工厂进行分拣、清洗、调味、冷冻等处理，形成多样化的产品，包括熟食、预制菜、调味品等。现代化加工技术确保了小龙虾的卫生和品质。冷链物流，随着冷链物流体系的完善，小龙虾能够迅速运送至全国各地，甚至出口海外。这使得消费者可以随时品尝到新鲜的小龙虾，市场需求得到了极大满足。三、下游环节，市场销售与餐饮服务。市场销售，小龙虾在电商平台、超市、生鲜市场等渠道均有售卖，消费场景多元化。线上平台的兴起，让小龙虾销售突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。餐饮服务，餐饮店、小龙虾夜市、主题美食节等进一步推动了小龙虾的普及，满足了大众对美食体验的需求。24、不同地区的小龙虾产业发展案例。在中国，不同地区依托当地资源条件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小龙虾产业发展模式。以下是几个典型地区的案例。一、湖北潜江，中国小龙虾之乡。湖北潜江是中国小龙虾产业的发源地之一，这里拥有得天独厚的水资源和适宜的小龙虾养殖条件。稻虾共生，潜江大力推广稻虾共生模式，使得小龙虾与水稻实现双赢，极大提升了农田的经济效益。品牌打造，潜江龙虾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，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打响了品牌，成为优质小龙虾的代名词。二、江苏盱眙，小龙虾美食节的创举者。江苏盱眙以举办小龙虾节闻名于世，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前来品尝正宗的小龙虾美食。美食文化推广，盱眙将小龙虾文化与地方旅游业相结合，形成了独特的美食文化品牌。产业链延伸，从养殖、加工到餐饮服务，盱眙实现了小龙虾产业的全链条发展，带动了地方经济。三、安徽芜湖，科技创新驱动发展。安徽芜湖依托科技力量，大力推动小龙虾产业的智能化发展。智慧养殖，运用大数据、物联网等技术，实时监控水质、温度等养殖指标，提高了小龙虾的产量和品质。电商兴起，当地企业通过线上销售平台，将小龙虾销往全国各地，进一步拓展了市场空间。25、科技在小龙虾产业中的应用。现代科技为小龙虾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持，从养殖、加工到市场营销，各个环节都离不开科技的加持。一、智慧养殖技术。水质监控系统，
通过传感器实时监测水体的 pH 值、溶解氧、温度等指标，确保小龙虾生活环境的健康稳定。自动化投喂，利用自动投喂设备，可以根据小龙虾的生长需求，定时定量投喂饲料，减少饲料浪费。2、现代化加工技术。快速冷冻技术采用速冻技术，将小龙虾迅速冷冻至零下20摄氏度以下，保留其鲜美口感和营养成分。食品安全检测，通过先进的检测设备，确保小龙虾产品的安全性和卫生标准，保障消费者的健康。3、数字化营销与电商。大数据分析，通过消费者数据分析，预测市场需求，精准定位目标客户群体。直播带货，小龙虾成为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的爆款，通过主播的推荐，快速带动销量增长。26、小龙虾的消费趋势与未来市场。随着消费升级和食品产业的不断发展，小龙虾的消费趋势也在发生变化。1、消费群体年轻化。小龙虾凭借鲜香麻辣的口感，受到年轻消费者的喜爱，尤其是90后和00后群体，他们乐于尝试新鲜事物，对小龙虾市场贡献巨大。2、场景化消费需求。家庭消费，预制菜品的小龙虾成为家庭聚餐的首选，方便快捷，口味不输餐厅。社交聚会，小龙虾夜市、烧烤摊等成为朋友聚会的热门场所，拉动了餐饮经济。3、高端化与多元化发展。高端品牌兴起，一些品牌推出精品小龙虾，注重产品质量和食材安全，满足高端消费市场需求。产品多样化，除了传统的小龙虾菜品，还出现了小龙虾月饼、小龙虾火锅、小龙虾面包等创意产品，吸引了更多消费者的关注。4、国际市场拓展。随着中国小龙虾产业的成熟，越来越多的小龙虾产品出口到海外市场，如东南亚、欧美等地。国际化布局将成为小龙虾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。27、小龙虾产业的未来发展展望。小龙虾作为一种经济价值与文化影响力兼具的特色美食，其产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。未来，小龙虾产业将更加注重技术创新、品牌建设和可持续发展，朝着高效、智能、绿色的方向迈进。1、技术驱动产业升级。智慧农业推广。未来，小龙虾养殖将全面实现自动化与智慧化，借助物联网、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进行高效管理。智慧水质监控、精准投喂、环境调控等手段将提高养殖效率和产量，降低人工成本。基因选育与新品种开发，通过生物技术研发，培育抗病能力更强、适应性更广、产量更高的小龙虾品种，为产业持续发展提供动力。深加工技术提升，研发新的食品加工工艺，进一步提高小龙虾的保鲜技术和预制菜标准化，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口味需求。2、小龙虾品牌国际化。中国小龙虾文化的国际推广，随着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推进，小龙虾品牌有机会向全球推广，通过参加国际食品展览、举办美食节等活动，让全球消费者了解并喜爱中国的小龙虾美食文化。建立国际供应链，完善国际冷链物流体系，确保小龙虾产品能够快速出口到全球市场，为小龙虾产业带来新的增长点。3、小龙虾产业集群化发展。区域产业合作，通过区域资源整合，建立小龙虾产业集群，提高产业链的协同效益。湖北、江苏、安徽等龙头地区可以发挥示范作用，带动周边地区共同发展。融合发展模式，小龙虾产业将与农业、旅游业、文化产业等深度融合，打造美食加文化加旅游的全新产业模式，推动乡村振兴和地方经济发展。28、全球小龙虾市场的巨大潜力。小龙虾不仅在中国备受追捧，
在全球市场也逐渐显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，特别是在美洲、欧洲和东南亚等地区，小龙虾产业正在快速崛起。北美市场。北美地区是小龙虾的原产地之一，尤其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小龙虾文化历史悠久，消费者基础广泛。近年来，中国的小龙虾调味品和预制菜产品进入北美市场，带动了当地小龙虾消费的进一步增长。欧洲市场。欧洲消费者对新奇食材和美味的接受度较高，尤其是法国、瑞典等国家的美食文化与小龙虾非常契合。每年夏季，瑞典都会举办传统的小龙虾节，吸引大量游客参与，这为中国小龙虾产业进入欧洲市场提供了良好契机。东南亚市场。东南亚地区饮食文化与中国相似，对麻辣口味的小龙虾接受度较高。此外，东南亚国家对海鲜产品的需求量大，中国小龙虾出口到该地区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。环保与可持续发展对小龙虾产业的重要性。随着小龙虾产业的迅猛发展，如何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重要议题。绿色生态养殖。稻虾共生模式推广。这种模式不仅提高了农田经济效益，还减少了化肥和农药的使用，保护了水域生态环境。水资源保护与管理。养殖过程中要加强水资源的循环利用，防止水质污染，保护自然水域生态平衡。废弃物资源化利用。小龙虾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虾壳、虾头等废弃物可以进行资源化利用，提取壳聚糖、虾青素等高附加值物质，应用于医药、化妆品等领域，实现产业的环保循环发展。遏制过度捕捞。在一些野生小龙虾资源丰富的地区，过度捕捞可能会影响生态平衡，因此相关部门需加强资源管理，合理规划捕捞季节，确保野生小龙虾资源可持续利用。科技助力环保。通过科技手段，如水体净化技术、生物防治方法等，减少养殖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，推动小龙虾产业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。结语。小龙虾美食以其独特的口感、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广阔的市场前景，成为全球备受青睐的美食之一。从小龙虾的养殖技术、加工工艺到美食文化传播，它不仅带动了经济发展，还提升了人们的生活品质。未来，随着科技的不断创新和全球化的发展，小龙虾产业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时代。同时，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，保护生态环境，将是小龙虾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。通过政府、企业、科研机构和消费者的共同努力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小龙虾美食文化将继续传承与创新，为世界带来更多美味与惊喜。